OK 今天终于是打算呢，就是开始制作这个即兴伴奏的视频教程。那主要呢，我还是想要围绕着这本《钢琴即兴的秘密》这本书来做这个教程。那这本书其实是我2014年就是自己原创有一些练琴的心得，然后总结出来的一本书啊，就是后来我现在重新去翻看这本书呢，我觉得我讲的比较抽象啊，比较抽象，确实一般的人读起来比较费劲，就是因为它纯粹原创的思想嘛，然后2014年到现在已经11年过去了啊，但是其实呢，我们说赶紧即兴的伴奏啊，即兴的伴奏啊，就是说它的思路、它的方法其实永远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是多少年哦，不管大家以后想要说我要做什么风格，那个都是另一层面的发展。就是你想要即兴的话，我觉得这里面讲的一些根基性的东西还都是一样的，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。那今天我就想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导论啊。这个关于即兴伴奏啊，什么是即兴的伴奏？一些导论，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里面的思路，一层一层。当时我创作这本书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创作？我肯定觉得是这个市场上目前还是对于即兴伴奏是一片的空缺，就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人在掐中那个点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有必要把自己的心得做成一本教材。那个当时也是满心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，可是呢，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啊。各种事情吧，就是各种自己心里面所当时去想法什么的，就没有再重点做这个事。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再分享，重新去分享一下这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值得分享给大家的，对大家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导论啊，讲什么是即兴伴奏。那我们听到这个即兴伴奏，我们会现在听到什么爵士啦什么的，就各种复杂的什么和弦啦、13、11啦那种。那其实我觉得即兴是什么？即兴就是说，简简单单的完成你自己心里面出来的一个灵感。那怎么样把这个灵感展现出来？比如说那这个灵感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以一个主动的一个旋律性的动机，类似这种东西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心里面想到什么的一个律动、一个感觉，或者说一个旋律。这是一条旋律，然后这条旋律呢，瞬间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旋律心里出现的一条旋律，哒哒哒哒哒好，类似这个旋律，然后我们怎么样呈现出来，成为一个好听的东西啊？那真正的即兴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。那它第一步的根基就肯定是说从零开始，从一个灵感开始的。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真正的即兴的概念，而不是说现在我们听到一些人即兴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和弦啊，这个我给你一个和弦啊，C 什么的啊，C 和弦，然后你去即兴 C 啊，A M F G，然后比如说你要在这里面做什么即兴，一上来就是说这些东西，又说分解又说伴奏，那个不是那个东西，那个根基那个出发点是不对的，是吧？出发点并不是这样子，所以出发点是你心中一个灵感，我心中出现一个灵感，那一条旋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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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要呈现出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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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类似，就是我心中先有灵感，然后我怎么去呈现我的灵感，而不是给你一个所谓的英文的和弦一个套路，然后你就说，或者是给你一个苏子的和弦，你说我会即兴伴奏了，我照着和弦哒哒哒哒一通乱弹，那个方向那个根基都是错的。那我觉得，那你这个方法论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从市面上就接触的教程，那肯定方法论都不同。那所以我这边想要说的就是说，
一个真正的即兴的概念，就是我心里有想说的东西，我心里有一个灵感，我要把它表达出来。那最后这个灵感一开始是一段旋律线啊，这是一个述说，这是一个语句，它并不是一个碎片。有很多人现在出来就是一出来是碎片，就是什么碎片？他一出来脑子里先是这个分解的和弦，好，这个是 EM 和弦，比如说 AM 和弦，他是抓住这个 AM 这个位置，那么然后他就在那边捣鼓这个捣来捣去这样，加点和弦外音。那为什么它永远出不来那条线条的感觉？那因为这里呢本质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心里面线条的感觉跟这个和弦的块状的碎片的分解，是给别人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。那这个是我说的这个即兴伴奏的概念，我希望大家能理解。那只有在概念上统一的人，那只有在这个根基上，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同样的东西，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那你才会认同接下来这个课程的整个系列的内容。那如果说你一开始的目标说我要做一些爵士的即兴，我要看一些爵士复杂的和弦，13的和弦，那这个课程不是说那个东西啊。所以目标不同，导向就不同，路径就不同哦。所以呢，给大家明确一下，我们今天我想要在接下来的这个课程里面，就是要分享给大家的心得是什么？我要从这个心里的这一条旋律出来，然后慢慢的怎么样去给它配上和弦，怎么样去呈现这条的一整条的灵感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先做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即兴概念的这个导言呢，就先说到这啊。